像这样的法令纹，很多人就说，我是不是拉提就会改善？不是，它是凹陷型的。我们帮他打一点东西，它的凹陷型法令纹才会改善。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我们帮他放个法令纹的垫片，它的法令纹就会改善。这种靠拉提就不会有效果。所以回过头来的讲，你看是不是诊断很重要？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，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；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，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。记得，没效的才是最贵。想做要找真专业。欢迎收看《打破医美缪斯》。各位大家好，其实我等一下要出国演讲，对，趁着空档赶快。你会想我们吗？会。我们这么可爱，对不对？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各式各样疗程要注意的事情，大家去看一些影片或是去诊所，都会一直跟你讲说，哇，我们做这个多好多好，会怎么样多好多好。可是很少人会告诉你说，你做这个没有效啊。我今天又要跟业界作对啊，不是。大家知道我线做很多，我应该是台湾最早拉线的那几位医师。说我线做最多，应该大部分医师也不会反对哈。之前有医师就叫我线王嘛。可是我今天讲的题目，很奇特，哪些问题拉线是没有效的？到处都有人跟你说拉线多好多好拉线效果比电音波要强啊，拉线是微创，不像手术有恢复期，大家都一直跟你讲拉线的好处。可是我今天跟大家讲，有些问题拉线是没有效的。我们也常常遇到有客人他来就抱怨说，我之前去哪里拉线都觉得没有用。怎么会这个样子？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地方。假设这个是线上面有导钩或是有铃铛，基本上线的原理就是一端钩上面，一端钩下面，勾住，这就是拉线的原理。可是这种方式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跟缺点。什么问题呢？你想想看，你只是靠着导钩或是铃铛这样勾着，有时候你表情比较多，动作比较大，嘴巴张比较开，哇，那个线可能就这样脱钩就没效了。所以有些人会说线才1-2个月、2-3个月就掉下来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我很常遇到有些人去拉上颚，用线拉，一开始很有用但很快就没效。对，你常常听到有客人抱怨说，机器人这样拉，为什么？因为眼睛它每天会眨动1万次，而且你没办法控制，所以它很快脱钩。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拉线的方式，它效果会比较差。像我们拉线，同样的线，我们是这样做，用这种环绕的方式、套索的方式，你不管怎么动，它都不会松脱，那当然比较持久。所以，首先拉线，有些人没效是跟你拉线的方法有关。可是我今天要谈的有些人他的状况根本就不该拉线。就很像我之前说，其实音波、电波它效果很好啊，为什么有些人他会抱怨效果不好？因为他就不适合嘛。那哪些人不适合电音波呢？我们可以看之前影片。我们今天现在讲哪些人他的问题是拉线没有效的。第一个，赘皮太多。很多人他会跟你说，拉线没有效是看你松弛的严重程度。太垂的人拉线没有效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不是。那我们的脸分3层，对不对？我之前影片在讲这件事。浅层的皮肤老化叫松，中间那一层筋膜老化叫垮，深层的组织老化叫垂。基本上，如果你今天是筋膜或深层的垮跟垂，用线其实是有效的。你很垂，我一样有办法用8字线，用刚刚我说的这个方式，用环绕的方式。你今天中间那一层筋膜垮了，深层的组织垂了，我一样有办法把你吊上去。可是，如果你今天是赘皮太多，用线效果就很差。所以不是说你很垂就没有办法拉线，不是，是你的赘皮太多，你不适合拉线。很多人问说什么叫赘皮太多？我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大家看这个皮有没有？你看这个皮看到吗？什么叫赘皮太多？就是有一些人呢，他的皮太多余了，皮肉分离比较厉害，这一种拉线效果就不好。道理很简单，线它没有办法把多的皮去掉，只有手术才可以把多的皮去掉。我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件事？因为赘皮太多不一定是年纪大的人才有。像我们刚刚看这个影片，他的年纪有很大嘛，其实大概30几岁，他就是天生皮肉比较分离、赘皮比较多的人。再比如说，有一些人他突然快速减肥，可能从100多公斤一下瘦了30-40公斤，一下子消下去，一下赘皮太多，这些多余的皮，你靠拉线，他没有办法把这赘皮弄掉啊。
所以拉线有没有效，不是看它垂的严不严重，是要看它那个赘皮的问题。有些人他是赘皮太多，像刚刚我们看到这种，他即使年纪不大，他拉线效果也不好。那这种我们真的就需要用手术把那个多余的赘皮去掉。这个事情很重要哦，不然很多人都会误会，年纪大的人就一定不能拉线，不见得。其实有很多人哦，他可能50、60岁，他脸是垂的，可是你去摸他的皮哦，他的皮很硬哦，没有那种赘皮。这一种你拉线有没有效？其实是有效的，因为它赘皮并不多，它是里面的东西掉下来了。所以你如果要自己看，我适不适合拉线？其中一个重点是，如果你真的是那种赘皮很多的，皮肉分离厉害的，那你就不适合拉线。第二个问题，有些构造它是用线拉不动的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就叫窝轴。各位看我频道的人可能已经听到这个词很多了，不过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窝轴，甚至有些医师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窝轴哈。窝轴是什么呢？就是嘴角外侧，有些人呢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鼓起来的小凸点。我们知道酒窝是凹进去的，窝轴颠倒它是凸出来的，它的位置呢就在我们嘴角旁边这个地方，不是每个人都很明显，有些人这个位置会比较鼓。其实有窝轴的人，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了，他随着年龄会更明显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，你如果没有这个窝轴问题，你70岁也不会有窝轴一样啊。有些人他有酒窝，有酒窝他小时候就有了，你小时候没有酒窝，你长大突然会跑出酒窝来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你小时候有酒窝，长大以后也会有酒窝，只是那个酒窝会慢慢变垂，变得越来越长，一样的道理。窝轴也是天生的，你有窝轴的人小时候就有，随着年龄那个窝轴本身也会变比较大。那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事情呢？因为窝轴拉线改善的效果很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窝轴是脸上这边有7条肌肉的汇集点，它是肌肉汇集的地方，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拉线去把这个窝轴的肌肉去掉，那嘴巴就不会动啊。可是常常会有人误会，会把这块窝轴误以为它是嘴边肉啊，其实不是，它是7条肌肉汇集的地方，所以窝轴是没有办法单纯靠拉线改善的。第三个，肌肉的问题没办法靠拉线改善。什么叫肌肉问题？肌肉就是你动的时候。对啊，讲对了，动的时候才会产生的纹路，它是靠拉线没办法改善的。比如说抬头纹，动的时候产生这个抬头纹，这是肌肉收缩，我们拉线呢是没有办法去让肌肉不收缩的。所以肌肉问题要用什么东西处理？打肉毒。对，肉毒才是针对肌肉，因为肉毒可以麻痹肌肉，但线不能麻痹肌肉，所以肌肉的问题不能靠拉线处理。像我刚刚讲的抬头纹，你动的时候才会产生的纹路，拉线会改善吗？不会。一样的道理哦。有些人说，我这个地方鱼尾纹很厉害，我是不是这里拉线上去就不会有鱼尾纹了？也不是，因为线没办法改变肌肉的拉扯。还有比较常会被误解的，像什么地方呢？在笑的时候会产生这样一个细纹，一种肌肉型的法令纹，这个拉线有没有效？完全没效，完全没效，因为拉线没办法改善肌肉的拉扯。可是很多人会有一个错觉哦，他就说，我发现这个细纹，我这样用力拉就不见了啊。这个时候呢，请把这个视线放到我的胯下哈。不要误会，比如说这是我们的脸皮，我们脸上哦，有些地方它凹凹凸凸，它会凹通常有2个原因，一个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底下有肌肉的拉扯，因为肌肉在底下拉，所以它就凹下去了。很多人误解一件事啊，我只要把它拉平了，这个凹就不见了。你今天如果单纯把它拉紧，你用线拉紧了，这个肌肉会因为这样就不跟它产生作用吗？不会，肌肉只要一收缩，一样会把它拉下去，就像我们这个影片一样。你只要肌肉一收缩，那个纹路就会出来。所以你拉线处理这个肌肉纹路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很多人都知道拉线对抬头纹没有用，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肌肉型的法令纹拉线也没有用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更常误解的还有一种纹路。很多人笑的时候，这有一堆纹路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哈，刘德华大帅哥嘛。那你看马云大企业家嘛，他们2个笑的时候，脸颊旁边就会像波浪一样这样产生的纹路。很多人也会误会一件事，这个我是不是拉线就会改善？不会，因为它一样是肌肉拉扯造成的，它是笑肌拉扯造成的，拉线会改善？对不起，不会。这样讲大家可以理解了。我们抬头纹可以拉线改善吗？不行。那我们肌肉型的法令纹可以靠拉线改善吗？不行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笑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波浪式的、涟漪式的纹路，会靠拉线改善吗？不行。
这种纹路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？有，我们其他影片有讲啊。如果你找不到其他影片，你可以直接赖或微信我们的小编。第4个问题，凹陷，你有一个地方凹了，拉线它会改善吗？你会拉线那个地方，不就长出肉来吗？当然不会。你听这样讲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可是常常会有人就说，我这个法令纹是不是拉提上去就不见了？很常遇到客人有这样的问题。比如说，我们看一下若宁，它这个地方因为骨骼的问题，对不起，我们看一下侧面哦。因为若宁它有一点点小鸟嘴，就是嘴巴有点小微凸，不会还是很可爱。好。所以它的法令纹就是属于这个地方有点凹陷，很多人就会想说啊，我只要把这个拉上去，法令纹不就没了吗？这也是很常有的误解。我们再把视线回到我的胯下啊，这个跟我们的脸皮一样有凹凹凸凸。我刚刚说了，这里会凹下去，第一个可能原因是因为这里有肌肉拉扯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底下没有支撑物，或是底下的支撑物它本身是凹的。很多人会误会一件事，我只要这样一拉，它就平了，就像刚刚这个，很多人会以为法令纹一拉就平了，不会哦，因为你拉线，甚至你拉皮，看起来好像这个时候它是平，可是它底下是空的。我们的脸不会允许有空气存在里面，所以隔一阵子这些组织还是会慢慢沉下去，去贴住底下的支撑物。所以凹陷要怎么解决？填充嘛。可是我们把它放在脸上，很多人就会误会，法令纹凹，我就是拉完它就不见了吗？也很多人想说，哦，这眼窝凹是不是拉上去眼窝凹就不见了？不是，凹陷就是得要填充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像这样的法令纹，很多人就说，我是不是拉提就会改善？不是，它是凹陷型的。我们帮它打一点东西，它的凹陷型法令纹才会改善。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我们帮它放个法令纹的垫片，它的法令纹就会改善。这种靠拉提就不会有效果。所以回过头来的讲，你看是不是诊断很重要？我们今天举了好几个法令纹的例子，我一直说法令纹有3种，它有下垂型、凹陷型、肌肉型。想知道更详细法令纹的介绍，我们之前的影片有可以回去看一下，那连结也会放在下面给你们。所以凹陷可不可以靠线雕改善？不行。这个时候有人就会提出一个反驳啊，我们鼻子不是可以用线来用吗？那是因为你的鼻子不会动，我们可以塞很多的线进去把鼻子撑起来。可是如果你今天脸上有些地方凹陷，你想说把线塞在里面去填充那个体积，首先这个并不是靠拉提的力量，就像我们鼻子埋线是用线本身的体积塞很多线把它撑起来，不是靠拉提的力量。再来是这个线的填充作用，那脸上不适合，因为你脸会动，那个线很容易就会跑位或是会穿出，所以线没办法改善凹陷。另外一个问题，博纹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若宁它这里有几条博纹，很多人就说我这个博纹是不是靠着拉提就会改善？博纹有2种，一种是直的，一种是横的。像这种横的博纹，你看我做一个动作，把它拉紧，甚至我两边用力拉、用力扯，博纹都不会改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这种博纹它根本就跟松垂没有关系。比如说我们把这块皮把它拿出来，把它这样一看，本来我们的皮厚薄应该是一样的，可是有博纹的地方它会特别薄，所以博纹的根本原因其实也是一种凹陷。所以博纹拉线有没有用？没有用，没有用哦。一样的道理，常常会有人说，那我手术拉皮博纹有没有办法改善？改善的幅度也很有限，因为它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于凹陷。所以要提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，有些人呢脸是下垂的，他去拉线呢，他发现怎么拉效果都不好，那后来介绍到我这边来，我们帮他做深层的拉提，他就觉得效果很好。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异？不是都是线吗？我给大家看一个影片，你看他这里是不是有嘴边肉？这个嘴边肉是不是像一颗小球？很多人就是想说，我就这样做一个浅层的拉提。如果像我们这个影片一样，只是拉表层的皮，对你皮绷紧了，可是你看那一坨圆圆的那一球还在，那一球是深层的假指垫。东方人有很多人他是深层的假指垫掉下来，这个假指垫它是球状的。如果你只是在表面这样拉，就像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表面这样拉，这一球呢就还是垂在底下，就很像一个气球，这气球里面有一颗石头它沉下来。如果你只是用浅层的线在拉，浅层的这个气球皮拉紧了，这个石头还是沉在底下，这种是不适合线雕，
不，它可以用线雕，可是你必须要懂得如何做深层线雕、深层线拉的仪式，才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就是帮他解答一个问题哦。其实很多人都以为线是这2年才开始流行的，没有，我线已经做了14年了哦，非常的久了。它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啊，可是很多时候，不管是有些诊所的咨询师，或者是有些求美者，他不知道有些问题用线是不能解决的，或者是他可以用线解决，可是需要特别的技术。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深层的问题，它就需要用到八字线这种特别的技术才有办法解决。你要弄清楚，就像我们的影片一直以来的宗旨一样，我们是要给大家正确的知识，你才不会去做一些无效的医疗，因为没效才是最贵，想做要找专业。好啊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把这个节目转发给你的朋友啊。如果你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跟我们小编讲，他会把我们这一本书的电子档传给你们。然后这本书呢，里面主要是讲微整，但是讲了很多解剖的概念哦，对于你求美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帮助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哦，拜拜。看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呢，我最后给大家几个题目做一个小的总复习。如果脸上有一些纹路，自己这样比一比，好像这个纹路会消失，你会觉得 A 我不管什么原因，用线雕就可以解决一切。B 我不管它这个纹路怎么来的，我就是填充解决这一切。还是 C 你会选择先诊断一下、判断一下你这些纹路形成的原因，是松垂的，我们采用拉提的方式；是凹陷的，我们用填充的方式；是肌肉用处理肌肉的方式。你会用哪一种方式呢？